有房的吗？大多数90后在城市拼搏并筹着买房还房贷的时候，我从城市辞职回到了农村老家，在山里租下了一栋朋友的老房子，就是他。因为过于偏僻，这里的村民陆陆续续都搬走了，它近乎成了一座无人村。这里荒凉却又生机盎然，没有机器马达，处处鸟语花香，有参天古木，有小桥流水，就是你只要待在这个地方就会感觉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。打算用半年的时间将它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并会用视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，很期待它半年之后的一个效果。嘿，我们去那边种一片莲花，养几条鱼怎么样？抬杠！在我理想的田园环境中，门前就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池塘，昼可赏风和，夜可听蛙鸣。种植莲花的时间已经过了，希望现在种下还能看到它开花。虽说进城工作了好几年，现在看我依旧宝刀未老。1天的时间，这块地就摆在我的锄头之下。哇哦！好了，明天我们可以去种莲花了。人本瓦起，白马踏新衣。山花蕉叶暮色丛，染红巾。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。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？寻寻觅觅，一楼清静，一楼无际，月牙落孤寂，零零碎碎，点点滴滴，梦里有花，梦里青草地。从39个粉丝到现在9万多人的关注，大概1周的时间。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改造房子。在这里呢，还是建议急着看改造成果的那部分人先取关吧，因为我还挺享受目前的慢生活的，而且改造的事情并不会少，速度也就不会太快哦。然后我后面主要分享的是乡村生活，可能还要开辟一块菜园，一块花圃。总之，不只是房子的翻新改造。接下来分享一首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。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，能不能再听一听，听你的声音？就算是残忍而已，雨下盆地它是无人的旅行，我不会快离题。如果说你喜欢慢生活，那可以关注我。新买的围裙到了，单调。生活本该五彩斑斓，何况这条围裙呢？汤，过来一下。她叫做胖子，即将成为我视频里面的御用女主角。
它就是个花瓶啦，主要负责卖萌。初次见面还要多多关照哦。当然，有了一条围裙和一位女主之后，芳心的速度就能加快了吗？实际并没有。我这边呢，已经下了快半个月的雨，包括今天都是在下。下期呢，整理客厅，开始刷漆。很多人都有一个田园梦，包括我。但你敢放下你手上的工作，回归农村吗？城镇化是趋势，城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，有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，有更好的基础娱乐设施。回农村后，你能做些什么呢？收入有保障吗？所以说，大多数人其实是没有资格留在农村的。这种不是降低自身品质就能达到的一种生活，因为你的家庭需要你维持。因此，我所在的这个村子，它几乎就成了一座无人村，只有3个留守老人还在村子里。而这种现象在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，大家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搬到了交通更便利、工作机会更多的城里，因此有大量的房子它是闲置不用的，所以我才能花1000块在这里租下了3年的一个使用权。但我能想到，在不用多少年之后，这些村子它就彻底的没有了，它只会存在部分人的记忆当中。那农村的出路在什么地方？有什么方法可以留在这呢？我也经常思考这些问题，然后下一期呢和大家谈一下留在农村我打算怎么做。拍视频到底能不能赚钱？这个是我在某个平台半年的一个收入，4块9毛，惨不忍睹。这个是我另外一个平台30天的收入，然后我用这些钱买了这些工具。经常会有人担心我的收入问题，其实生产优质的视频它是可以获取一定的收益的，因此在改造的同时，我会拍摄并上传视频和大家分享。然后部分平台会根据播放量给我一定的报酬，这样我就又多了一笔改造的费用。是的，我就是平民玩家，后面还会用到大量的一个漆和各种基础建材。有厂家要赞助我的吗？在线寻求金主。做自媒体呢，这既是我留在农村的一种方式，也是一次创业的试验。这试验不一定能成功，但过程一定会很有趣。做自己喜欢的事，顺便看看能不能赚点钱，争取留在农村。听了这么多，想回农村做自媒体了吗？别急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100多万的粉丝，但他目前在考虑把他的这个号给卖掉，然后重新进城打。有这么多人关注了，但依旧败给了现实，那你还想进来吗？如果不是真的喜欢，或者是没有做好充足准备之前，是不建议回农村做自媒体的。来，给你们看几个宝贝。老房子在打扫的过程中，除了一堆又一堆的垃圾之外，还让我找到好多的宝贝。哇，这个我好喜欢。尤其是在清理这个柜子的时候，我收获了好多东西。Sometimes I believe, at times I'm rational. 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Today I got a million. 又有一袋子钱。大家，白花花的。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东西呢，叫做磁带。以前很流行用这种东西去听歌。哇，好多年没有看见过它了。这个呢叫做4色牌，我们当地主要是老人家会玩这个东西。一本不知什么年代的数学课本。最后这个应该就更少人知道了吧？评论区有人知道答案吗？I like to be what I am not. I know that I wanna.
Life's mine, it's a fact. I love to be what I am now. I should know better why not. Life's mine, it's a fact.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picture myself flying in the sky. I'm a bird, it's not a lie. Now that I'm diving through the oceans of my dreams, I want them so bad to become reality. I'm a daydreamer. I'm a daydreamer.刷出来是这样的，感觉单调了些。剪了几条树根，刷上漆，固定在柜子上做装饰。加旁边剪几个松果，这样，再这样。刷一些金色漆描边。没想象中的好看，但很有成就感，是怎么回事？门这一块是全白的，显得很单调，于是打算用门帘装饰一下。网上买一个吧，感觉太贵了。
于是就用村里随处可见的茅草杆做个门帘吧。用了3个小时，砍了上百根茅草杆。台风那天，村头的那棵老树没能坚持住，为了纪念它，于是用它做个衣架吧。高原正在心中鲜艳似火一点，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晨练，现在我只是你配角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pioneer 刷些漆，让衣架颜色和房间更协调。一个简单的衣架就这样做好了。于是我给我的客厅墙面刷了一面黑板墙。7年前小明7岁，7年后小明几岁？给大家出了一个有趣的脑筋急转弯，你们能在视频放完之前给出正确的答案吗？由于只是刷了一层黑色，所以说整个墙面还是比较单调。于是就想着用其他材料做个装饰，首先裁切了上百块木片，用钉枪把它安装在墙面上。再用山里捡来的枯藤装扮一下。最后用松果再点缀一下。好了，一块简陋的黑板墙就做好了。你们的答案好了吗？在老房子的边上，大概60-70米的一个距离有一口井，因为距离比较远，取水不是很方便，于是今天呢就是买了一些水管，把山泉水引到我的家门口。这个工程量其实不算大，但在整个接水的一个过程中，我还是碰上好多问题，比如说用什么接头，这个接头是多大的，
然后是用什么材质的水管，直径是多少，然后从山泉水到我的房子那个地方距离是多少。只有说真正说去做去接触这类事情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哇，原来自己在生活中原来是这么的白。在水管接好的同时，我还顺手做了一个水盘。整个过程呢，我还是很享受的，它就像一场修行。可能过程会有点困难，甚至说你根本就做不出一个比较满意的东西出来，但你一定可以收获到那种最简单、最纯粹的那种快乐。最后做一个冰镇西瓜，就当做是对自己的奖励吧。在房子的边上长了几棵小树，因为呢会影响到视线，所以今天呢决定把它给砍掉。当然，我不会就这样轻易的放过它。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，很多事情也都是尝试，所以在做每一个东西之前，我都是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在做。但是就像这样子，重复再重复的事情，就会让我很崩溃。就这样大概重复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这个东西总算是完成了。其实感觉这个东西最终还是很单调，但目前没有更好的想法，那就先这样吧。
这是我在深山里租的老房子，前2天呢刚把门楼给做好了。今天做一个有趣的东西。I'm a daydreamer. I like to be what 然后呢，现在这个腿变得非常臃肿，现在我们把它给瘦身一下。路边挖几颗我喜欢的小野菊，对，就是把它种在这边。 mine is fire.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picture myself flying in the sky. I'm bird, it's my life. 来，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最重的 I 成品。 wanted so bad to come. 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？但我好喜欢哦。前2天呢，把山里租的老房子外面的门楼做好了。今天呢，打算用石头把这边的路给重新再铺一下。Go。在铺路之前呢，首先得把原本的路给先整平一下。路粗略的找平之后，在村子里面转悠了半天，终于是找齐了4、5块适合做台阶的石头。 To anywhere I flow. Sometimes I believe, at times I wish you know. I can fly high, I can go low. 在台阶的左侧呢，我特意把它给挖宽了一点。我打算呢用竹子围成一个小花圃。 Where I flow. Sometimes I believe, at times I wish you know. 原本我是打算在花圃里面撒一些格桑花的种子的，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。但是当我看到路边又茂盛又漂亮的小野菊之后，还是没有忍住诱惑，于是又让一大丛的小野菊搬了个家。在乡村有个很明显的好处，就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就地取材，而且啊，很多东西真的是非常漂亮，主要是不需要花钱。好了，门楼和台阶灯草草的做好了。这2天右边也做个篱笆墙装饰下。下期见。你有过一个世外桃源的梦吗？我身边有这样的梦的人挺多的，但迫于现实，这个梦一直压在他们的心底。好几个在外的朋友说过，春节放假后要来我荒村的房子里面煮火锅、喝茶，顺便体验一下世外桃源。趁时间还早，我在房子边上开垦出一片菜园，准备种一些火锅料出来，这样会让我觉得火锅会更有味道。你们觉得呢？这块地呢，原本是房子主人的浴室加柴火间，收拾起来真的是费时不少啊。柴火和木料收拾了1天，开垦翻土又用了1天。花了2天时间之后，终于是把这块地开垦出了菜园的样子。我买了菜心、芥菜、萝卜、白菜以及香菜。冬天有火锅，火锅里有萝卜，萝卜白菜配香菜，火锅热茶畅开怀。
几个好友围坐在锅炉边，一边吃菜一边聊天，感觉一定很赞。有想来吃火锅的没？在深山上，有一栋属于自己的老房子。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这是我花了1000块在山里租的老房子，之前呢把门楼给做好了，这2天有空就把围栏的扶手做一下。因为房子周边都没人住了，于是改造就更随心所欲了。怎么喜欢怎么来吧，做不出精致的东西，那就粗糙点，又何妨呢？最亲爱的人啊，虽然呀工程量不是很大，但一个人做事总是很不方便。这短短的10几米的围栏，前后花费了我3天多的时间。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、幸福的、晴朗的时光。当然，成果我还是很满意的。这样的围栏你喜欢吗？喜欢就给个赞呗。赶紧翻干嘛？乡村生活真的有那么好吗？我此前给大家展示的是安静美好的乡村生活，但真实的乡村生活根本不是这个样子。毕竟好玩的事情每天都有在乡村发生。年底的超哥叫我帮他抓鱼，这些鱼呢，他今天要拿到市场上卖。哇，来，展示一下，举起来，举起来。我手上抓的这条鱼呢，它养了还不到1年，好肥，有没有？就只是在路边稍微停了一下，不知道被谁家的小长猫给盯上了。不劳而获总是不好的，于是决定让它陪我们一起去市场上卖鱼。看它那样子，应该是对我们开出的条件是非常的满意。